这伙绑匪抢银行从不用枪，却1个星期成功抢了3家银行，而他们抢银行用的竟是音乐，只需开启衣服下的6个低音炮，所有听到音乐的人直接陷入迷乱，甚至连监控设备也会统统失效。锦衣卫杰斯和凯特琳赶到现场，但这种作案手法他们也是第一次见。绑匪全副武装，根本看不清脸，监控视频根本没有声音。被抢劫的目击者也说对这件事完全没有印象。两人对破案一筹莫展。无聊翻看监控的凯特琳突然注意到，案发时一个黑哥的手机正处于通话状态，于是他们立刻截取了音频，再找来当时的银行职员进行播放，希望能恢复当时的记忆。可神奇的事发生了，职员听到音乐的瞬间眼神涣散，甚至还流下了眼泪。等凯瑟琳关掉音乐，职员立刻恢复正常，并且对刚才的事毫不知情。两人不明白同一段录音为什么他们没事，女职员反应却截然不同。胡子哥说可能是因为音乐触及了脑源系统的触发器，诱发蜥蜴脑共鸣，从而产生了愉悦之感。女职员之前听过原声，现在的反应只是对当时记忆的重现。胡子哥将这段音乐立刻与已知歌曲进行对比，很快锁定了作者老周。胡子哥还发现这首歌并没有被发行过，所以老周极可能就是凶手。杰斯两人立刻赶到老周家，可他们惊讶地发现老周早已成了痴呆，而且经过试探，老周反应不像在作假。两人通过保姆翠花了解到，老周年轻时致力于创作出让人感到极度舒适的音乐，但后来他所有作品的版权都被黑心老板拿走，这才导致老周落到现在的地步。两人随即来到唱片公司，可老板却说老周的作品早已过时，现在放在库房都嫌弃占地方。老板还说老周当时和调音师瞎搞，非要研究让人愉悦的音乐，害得公司损失严重。但最近倒是有人来买老周的作品，可能是收藏什么的。杰斯询问老周作品是否都在这里，因为最近银行结案好像与老周一手还未发行的作品有关。老板直接说不可能，因为库房唯一一把钥匙在他手上。这时前台小姐姐走了进来，有人给他打来了电话，老板转身离开，两人只好准备去调查老周调音师，可一查却发现调音师6月前就已经失踪，线索再次中断。突然身后服务员不小心摔坏了盘子，清脆的破碎声仿佛惊醒了凯瑟琳，她立刻想到劫匪选择的银行墙面都是用瓷砖或者大理石铺成，这样就能使声音更加明亮，更加方便他们作案。于是他立刻让胡子哥帮忙搜索符合特征的银行，还真有2家，而凯瑟琳的分析果然正确。等他赶到其中一家时，音乐劫匪正抢完了钱准备逃跑。凯瑟琳拼命追逐，终于抓住一人。正是那个消失的调音师，可正在调音师回警局的路上，意外发生了。我们在水是睁开双眼。